本来集会演讲，中医很少参加。经过这次开会，大家增加了许多经验，论讲话的仪态，谢老师最好，引起大家激烈冲动的，以张梅安为最好。我们演讲完毕之后，苏州一家争先恐后的抢着说话，大都是勉励我们争取胜利。除了刘源，见到外边停着5辆开篷的马车，分给我们5个代表，每人坐1辆，并且有5位苏州名医作陪。从前任何一种民众行动，总有一场大游行。这一次是在下午4、5时，他们多方面去通知，所以人数达到1000人之多，一路进行，一路喊口号，直达虎丘山下。记得先过一条小河，才到虎丘剑池前面的千人石，后面就是高耸入云的虎丘塔，我们就在千人石上起义。这块石平坦得很，明虽是千人石，坐上了4、500人，已挤得不得了，没有座位的人只好分别站在剑池四周。谢老师说，这时我们该轻松一下，不要再大声讲话，把喉咙弄哑了，到了南京不像样的。大家听从他的话。谢老师讲话美然扶胸，神情飘逸，他本来名震全国，大家一听他讲话，觉得的确是名不虚传。休息一会，南京代表隋汉英宣读向政府呈递的请愿书，他满口南京国语，念得很流利。读完了之后，千人石上起了一阵掌声，响声震应山谷。不一会，苏州医药界首长又约我们到前面一个4观中去吃素，一共坐满8桌人。他们做的素菜别有风味，花式也多得很，其中有素鸡、素鹅、素火腿等，每一碟的形态和荤菜是一模一样的。老同学王慎轩操着柔和的苏州话说，夜车票已准备好，南京也有电报来催，通知你们沿途不可逗留，因为南京方面已有2000多人在车站等车，不要使大家失望。我说好。接着他又轻轻对我说，你们各位连日辛劳，要不要再到苏州著名的狮子林去玩一下？有烟霞痞的人也可以上那边去相2桶。本来狮子林夜间是不开放的，但是你们是特客，园中少主又是中医，所以可予特别优待，免得你们在车上等候。我当场向谢老师请示，老师说，现在周围新闻记者很多，我是不吸鸦片的，不要为了这件事情弄出不好看的新闻来。不料正在这时，给张梅安、蒋文芳2人听到，他们2人本是瘾君子，听了这话比什么还高兴，说只要少数人前去，是不会弄出事来的。谢老师对鸦片向来深恶痛疾，但是在这时也未便断然辞却，于是我们一行人就到狮子林去。我约略地看了园内的亭台楼阁，奇峰怪石，这一回倒另有一种收获。我们原来带着向南京各机关的请愿书不过7件，一计算下来，南京的不会及重要人物大约有12处，还缺5份，应该要及时赶写。蒋文芳负责抄2份，要我担任3份。这时我们2人心中很乱，一面急着赶时间，常常有错字。料不到苏州医生之中，有一人自告奋勇出来说，我来抄。他写的蝇头小楷，笔笔工整，很是好看。大约不过1小时，5份请愿书已经全部抄好。毕竟苏州多文人雅士，令我暗暗佩服。我在空余的时间整理抵达南京时要派发的请愿团宣言书和应付新闻记者的访问资料。幸亏沪宁路夜车离开苏州要在半夜1时半，尚有充分的时间。
这时，因为谢老师和隋汉英年事较高，已倦极入睡，直到12时半才叫醒他们。乡里急急忙忙赶到车站，苏州一家想得很周到，预先为我们订了头等卧铺。车到镇江停了半小时，管车的人不准我们离开座位，也不许下车探望，当时真莫名所以。车抵南京，声势浩大。3月22日，车到南京下关车站，已接近天明，只听见人声鼎沸，有1000多医药界中人等候着欢迎我们。先由乐队奏乐，地上也铺着黄色的泥毡，我们缓步而下，立时响起一阵口号，口号过后，掌声真像雷鸣一般。其中有200-300是药业职工，他们不但和我们热烈握手，还簇拥我们到车站外面的广场上来一个欢迎会。当时有许多新闻记者争先访问我们，于是就到广场去。场上早已预备了一个讲台，先由南京医药界致欢迎词，既由我们5人轮流演讲，新闻记者提出的问题我们也逐一答复，警察在周围维持秩序。本来我们的秩序极为良好，一切都很顺利的，万不料车站走廊中有500多个安徽难民，他们因为南京市长刘继文拆造中山路，将前建木屋拆除，其中一部分安徽人决定在车站上坐所免费车票回家乡。因为这些人拿不到3等免费车票，睡在地上等了2天2夜，不得要领。这时这批难民看见有新闻记者在场，他们就蜂拥而来，冲入我们的队伍。有2人跃登台上，他们很懂得投机，一上台就破口大骂政府取缔中医药不得，说安徽全省西医仅30-50人，要是没有中医，人民的健康就没有保障。接着就讲政府不照顾拆屋难民，他们一直讲下去，越讲越激烈，警察就出来干涉，要把讲话的安徽难民拖下台来。谁知这个讲话的难民身强力壮，挥动拳头向4-5个警察一阵乱打，弄得秩序大乱。谢老师催促我们赶快离开，免得卷入漩涡。我们几个代表虽然离开了会场，但是大群安徽难民占了这个讲台，开会不已。后来又开到大批军警，双方大打出手。我们坐上了南京代表为我们准备好的车辆，直驶中正街交通旅馆。陆仲安、张赞臣等早在那边等候，我们漱洗完毕，更换衣衫，就跟了他们2人首先去谒见国副主席。那时节，国民政府初成立，主席的驻节之所是一座极大的旧屋，相传为两江总督府曾国藩、端方都曾在这里办公的，里面大得很。我们先坐在门房中，将请愿书交给侍从官，递呈上去，并且说明我们要谒见主席。那侍从官说，向例民众要谒见主席，该先期由主管机关约定时间，你们这件事是属于卫生部的，应由卫生部先约时间。我们说，我们就是受了卫生部的压迫，怎样教他们来约期呢？争执间，隋汉英肝火齐旺，咆哮如雷，心头之火都按捺不住。原来隋汉英此时已经潜伏着中风的先兆征象，等到我们请愿的事项完成之后，这位老人家就一病不起，可以说是为中医界争地位而以身相殉的。